命运超脱于人类的理解之上。一只蝴蝶的翩翩飞舞，可能在1个月后刮出一场龙卷风；而在客家人迁徙的漫漫旅途中，捉摸不定的命运之手，让他们和1万公里之外的民族产生一场血泪交织的量子纠缠。庄严的会堂，奇怪的高帽，皮夹克眉头一开，他知道在5秒后即将见证。3、2、1，废奴法案通过。1833年，英国在殖民地抢先林肯30年通过废奴法案，让长期以来被剥削到爆炸的黑奴们看到一丝希望。他们都经历了什么啊？1492年，哥伦布一个 move， 一脚踏上了美洲。欧洲人在这个时期航向世界各个角落，建立殖民地和复杂的全球贸易网，带着商品卖一卖，带着商品卖一卖，带着奴隶卖一，买回去种更多商品啊，是在喊快哦！致富永动机就会按简单哦。爆炸！当废奴运动开始推动后，这个黄金三角就要停摆了。那么哪里有便宜的劳工呢？就给你的哦，嘎嚓！16世纪后的中国受到了哥伦布那一脚的超展开，玉米、番薯什么的新作物通通都来了。食物充足下，人口开始爆炸成长，许多人分不到田地，吃不饱一个猪佛气嘞，抢劫打架样样来。而住在南方盐山地区的哈嘎宁更是特别心酸，除了田地稀少，被当作外地人的他们，也经常和本地人来场土客大战，大家挤来挤去，打来打去，都唔掉嘞啦。于是，接受欧洲朋友的 offer 到海外工作，成了许多客家朋友的新选择。然而，致富的密码就是压榨，再压榨。出国工作并没有什么幸福超展开，这些签下卖身契的华工猪仔，工作环境有如地狱。有客家华工记录到，一天只能休息4小时，餐餐都吃香蕉，甚至被鞭打、上脚镣当作惩罚。痛苦的生活让许多人直接选择死亡，只有少数能撑到合约期满的客家华工，才有机会在他乡展开新的生活。这段华工出洋的故事虽然好心酸，但也让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华人群体遍布世界，并且帮助到许多地方的开拓。像是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——太平洋铁路，就包含许多客家华工辛苦的付出。而现在我们常听到的美国华人 ABC， 也都很有可能是这群人的后代。废奴法案的通过，地理大发现和世界贸易的运作，让隔了一整个印度洋的黑人和客家人互相影响，共享了一段历史。在对社会和民主有更多理解的今天，种族和移民问题仍然是我们面对的重要课题。尽管这段过去并不容易，尽管人们还在学习，但是就像一开始由新移民组成的客家朋友一样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又有谁不曾是外地人呢？客站，哈哈哈点，安利站来了。